姐妹团定了人均3600的局，我在群里哭穷，房贷压垮，你们玩。转头就看见他们朋友圈狂晒转账和奢侈品，我嗦着泡面冷笑，塑料情谊不如我的红烧牛肉面香。结果第二天5个男人轮番砸门找我，我老婆是不是昨晚跟你在一起？他们全失联了，卡里钱也空了。警察上门，我成头号怀疑对象，手机震动把我从午睡里拽出来，我眯着眼睛抓过来一看，是我们那个仙女驻凡大使馆的群。张雅发了一条消息，字里行间都冒着金光，姐妹们，这周六晚上都给我空出来，我托了老大的关系订到了云顶阁，主厨是给那谁谁做过家宴的，人均消费大概3600左右，咱们 AA 好好享受一下，配得上我们的档次。我脑子里那点睡意嗖一下就被3600这个数字给吓跑了，还没等我反应，群里的消息就像过年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炸开了。哇，雅姐你也太厉害了吧！云顶阁啊，我听说预约都排到明年了，跟着雅姐有肉吃。刘婷婷紧跟着，一辈子总要奢侈一次嘛，值了，我已经开始期待了。李萌萌发了个星星眼的表情，雅姐最好了，正好我老公昨天刚给我转了点零花钱，还没想好怎么花呢。赵丽丽更直接，甩了一张她新买的爱马仕包包图片，配个新包去，不能给姐妹们丢面。我看着屏幕上那些兴奋的语句，感觉跟他们活在2个世界。张雅这时候艾特了我，小小人呐，别潜水了，就差你了，必须到啊，姐妹聚会一个都不能少。我舔了舔有点干的嘴唇，打字手指头有点沉。不好意思啊，姐妹们，我这月房贷压得喘不过气了，工资还没发呢，实在是去不起。你们玩得开心点，多吃点替我那份。群里安静了2秒，然后王美娜发了个抱抱的表情。小小别太拼了，身体要紧。刘婷婷说，是啊，偶尔放松一下嘛。话都挺暖，但我怎么品都觉得有点别的味儿。李萌萌倒是实在，好可惜哦，那下次便宜点的聚会你一定要来哦。张雅没在群里再说话，但我的微信私聊窗口立刻弹了出来，就是她。林小小，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不把我当姐妹？3600都舍不得，还是觉得我组的局配不上你？隔着屏幕我都能想象出她拧着眉毛的样子。我二话没说，直接截了个图，是我手机银行的 APP 界面，本月贷还房贷那一栏，明晃晃的5位数，我给她发了过去。雅姐真不是，你看我是真穷，姐妹是姐妹，但饭是饭，饭我吃不起，姐妹还是的。那边显示正在输入，好一会儿，最后只回过来一个哦，再没下文。我知道他这口气是憋回去了，但心里肯定给我记了一笔。晚上我给自己泡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加了根火腿肠，算犒劳。一边吸溜面条，一边刷着朋友圈。果然，那几位已经开始预热了。张雅发了个云顶阁的官方宣传图，配文：期待和姐妹们的顶级之夜。王美娜在下面评论：激动的睡不着。刘婷婷发了一张她正在做美容的照片，为了周六拼了。李萌萌更直接，晒了她老公的转账截图，备注是宝贝玩得开心，金额是8800。老公说不够再要，开心。赵丽丽9宫格，全是她的包鞋首饰，文案是纠结穿哪套去呢？我划拉着屏幕，嘴里嚼着面条，忽然就笑了，笑出声的那种。我点开张雅那条朋友圈，在下面评论了一句：祝你们吃得开心呀。然后放下手机，把最后一口汤喝光，面碗见底，心里却特别踏实。虚假的姐妹情像玻璃柜里的漂亮蛋糕，看着诱人，标价3600，而我手里的红烧牛肉面才5块钱，管饱还暖胃。去他妈的仙女驻凡大使馆，我还是老老实实当我的抠门凡人吧。星期六晚上我睡得出奇的好，梦里都在算这个月省下3600能多买多少排骨。结果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声音给硬生生拽了出来，不是手机闹钟，是砸门声。那动静简直像是有求家来寻仇，或者消防队觉得我家着了火。我心脏跟着那砸门的节奏一通乱跳，差点从喉咙里蹦出来。谁呀？大清早的，让不让人活了？我扯着嗓子喊了一句，声音还带着没睡醒的沙哑。外面的人根本不搭理，砸得更凶了。林小小，开门！林小小，是个男人的声音，又急又怒。我心里咯噔一下，脑子里飞快把可能欠我钱和我可能欠钱的人都过了一遍，没对上号。我胡乱抓了件外套披上，他拉着拖鞋骂骂咧咧地走到门口，透过猫眼往外看，一张放大的有点扭曲的男人脸堵在那儿，是张雅的老公陈强。我认得他，在张雅的朋友圈里见过几次，
一副精英派头。现在这精英眼珠子通红，头发也乱糟糟的，活像一只被抢了崽的暴躁公鸡。我松了口气，不是讨债的，但随即心又提起来了，他这模样找我干嘛？我拧开门锁，把门拉开一条缝，一股清晨的凉气混着陈强身上浓重的烟味一起涌了进来。陈哥，你怎么……我话还没说完，陈强一把就推开了门，力气大的我往后踉跄了一步，他整个人挤了进来，眼睛死死瞪着我，那红血丝看得我有点发毛。他整个人挤了进来，眼睛死死瞪着我，那红血丝看得我有点发毛。李小小，张雅呢？张雅昨晚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他劈头就问，声音又哑又急。我被他问懵了，完全没反应过来。啊，张雅，没有啊。我下意识回答。他们昨晚不是姐妹聚会吗？在云顶阁，我没去啊。陈强喘着粗气，胸口起伏，根本不信。你少骗我！他们都说你也在，你们5个在一起的。我皱起眉，这下彻底清醒了，也来了火气。谁跟你说我在的？张雅说的。你有毛病吧，陈强？我昨晚一个人在家睡的，我跟他们在一起个鬼！不可能！他吼了一声，脖子上青筋都起来了。我昨晚给张雅打电话，她亲口说的，说你们几个姐妹在一起，喝多了，今晚不回来了。王美娜老公，刘婷婷老公，他们打电话过去，那边也都是这么说的，都说你们5个在一块儿。我听完，心里那种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重，但我更气了。他们放屁！我也提高了音量。我昨天压根就没出过门，他们聚会那个群聊天记录还在呢，你自己看。我说着就转身去沙发上摸我的手机，手因为生气有点抖。陈强跟在我身后，呼吸喷在我后颈，灼热又烦躁。我几下划开屏幕，点进那个仙女驻凡大使馆，直接把聊天记录怼到他眼皮子底下。你看清楚了，昨天下午张雅发的聚会通知，人均3600。我是不是说我房贷压力大不去了？他们是不是还假模假样安慰我来着？你看这时间，看这记录。我的手指用力地点着屏幕，划拉着昨天的对话。陈强的脑袋凑得很近，他死死盯着那些字，眼珠子动得飞快。我看到他脸上的愤怒一点点僵住，然后变成了茫然，最后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他嘴唇动了动，看看手机，又抬头看看我，眼神涣散。你真没去？那他们为什么都说？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撒谎？我没好气地收回手机。你老婆跟她的好姐妹联手骗你，你跑来找我撒什么气？我还想问呢，他们是不是故意恶心我？明明我没去，非要说我也在。陈强像根木头似的杵在那儿，脸色白了又青，刚才那股兴师问罪的劲头泄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片慌乱的空白。他嘴里喃喃念叨着：没去，你没去，那他们在哪？他们5个。忽然他猛地转身，连句话都没再跟我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极端恐怖的事情，跌跌撞撞的就朝门外冲去，拖鞋都没穿好，差点在门口绊了一跤。然后我就听见一阵慌乱的快速远去的脚步声，咚咚咚的跑下了楼。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大开着的房门，清晨冷飕飕的风一个劲儿往里灌。我慢慢走过去，把门关上。世界安静了，但我心里那点不对劲已经发酵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张雅他们到底搞什么鬼？送走陈强那尊荒神，我回笼觉是彻底睡不成了，脑子里乱糟糟的，像塞了一团麻线。张雅他们搞什么飞机？自己出去浪，干嘛非把我也扯上？还统一口径说我也在。骗老公这种戏码，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硬拉我垫背是几个意思？我想不通，干脆不想了，反正我省了3600，他们爱咋骗咋骗，关我屁事。我煮了碗小米粥，正吸溜着刷手机新闻，敲门声又响了。这次没那么爆裂，但也是又急又密。我太阳穴突突跳了2下。今天我家门铃是批发了吗？一个接一个。我放下碗，走过去，透过猫眼一看，外面站着个有点眼熟的男人，30出头，穿着皱巴巴的 polo 衫，头发也没梳，一脸焦灼。30出头，穿着皱巴巴的 polo 衫，头发也没梳，一脸焦灼。是王美娜的老公刘伟。我在王美娜那些炫富朋友圈角落里见过他。我深吸口气，拉开门。刘哥，我尽量让语气正常点。刘伟看到我，眼睛一亮，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上前一步，差点撞到我。李小小，可找到你了！美娜呢？美娜是不是在你这里？她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他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我叹了口气，感觉这套流程我都快会背了。刘哥，美娜没在我这儿，她们昨晚不是姐妹聚会吗？我没去。我侧过身，进来说吧。刘伟挤进门，鞋都没换，就在客厅里转了一圈，眼睛到处瞟，好像王美娜能藏在我家沙发底下似的。
不可能！他转回身对着我，语气很肯定。美娜昨晚接我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背景音可吵了。她说跟你还有雅姐他们在一起唱歌呢，让我别等她了。我差点气笑了。刘哥，我再说一遍，我没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就没出过这个门，你们家美娜撒谎了。你凭什么这么说？刘伟瞪着我，有点不服气。我也不废话，直接掏出手机，点开群聊递给他。喏，自己看。昨天的聊天记录，我说我没钱不去，他们还假惺惺安慰我来着，时间地点清清楚楚。刘伟接过手机，皱着眉头，手指上下划拉，看得很仔细。看着看着，他脸上的焦急慢慢变成了疑惑，然后是难以置信。你真没去？他抬头看我，眼神有点懵。千真万确。我拿回手机。所以，美娜骗了你，不止美娜。张雅也骗了陈强，我刚送走陈强，他也是这么找过来的。刘伟愣住了，一屁股瘫在我家那张旧沙发上，双手搓了把脸。他们5个到底去哪儿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电话全关机，微信也不回，问了一圈都没回家。我耸耸肩，可能是聚会完，喝高兴了，又找个地方续摊去了呗。姐妹夜话，不想被老公打扰。我随口猜测道。刘伟却猛地抬起头，眼神变得很奇怪，不再是单纯的焦急，而是混杂了一种更深的、难以言说的惊疑。续摊，他喃喃重复了一遍，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弧度。他看向我，声音压低了，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林小小，如果只是去续摊喝酒唱歌，需要用掉所有银行卡里的钱吗？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什么？刘伟摸出自己的手机，手指有点抖，点开银行 APP，然后把屏幕转向我。你看，他声音发干。从昨晚8点开始，美娜名下2张储蓄卡、1张信用卡，分7、8笔交易，把能动的钱全转出去了，加起来有20多万。他划动屏幕，又调出另一个界面。这是绑定了我主卡的副卡。消费提醒：昨晚在市中心那个星光广场，一笔刷了4万8，买了个包，还有一笔2万多的护肤品。时间都是聚会之后。他抬起头，眼睛里有红血丝，直勾勾地看着我。续个摊要花几十万，要把家里现金储备都掏空。我张了张嘴，这次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刚才那点事不关己的轻松感，瞬间蒸发得干干净净，后背莫名其妙地爬上一丝凉意。张雅、王美娜、刘婷婷、李萌萌、赵丽丽，她们5个昨晚到底干什么去了？真的只是简单的姐妹聚会吗？送走失魂落魄的刘伟，我家里那点小米粥的暖和气儿彻底没了。我坐在沙发上，感觉后脖颈一阵阵发凉。张雅他们5个集体撒谎，集体失联，还集体刷爆了卡。这他妈的哪是姐妹聚会，这分明是卷款潜逃的前奏啊！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自己，不对，要潜逃也得有个由头吧？就因为一顿3600的饭，太扯了。可如果不是潜逃，那几十万地转钱出去是为了啥？买快乐？啥快乐这么贵？我正脑子乱成一锅粥，敲门声又响了。这次我连猫眼都懒得看了，直接拉开了门。门外站着个有点胖的男人，戴着眼镜，一脸油汗，是刘婷婷的老公，姓赵，好像是个小公务员。我在刘婷婷吐槽老公没本事的朋友圈里见过他照片。林小小是吧？他喘着气，急急忙忙问：婷婷呢？婷婷在你这儿吗？我连门都没让他进，就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没在昨晚聚会，我没去。他们5个在一起，现在都联系不上了，银行卡还被刷爆了，对吧？赵胖子愣住了，张着嘴，半天没合上。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是今天第3个跑来问我的。我面无表情地说。陈强、刘伟，你是第3个，后面是不是还有李萌萌和赵丽丽的老公？让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赵胖子的脸白了。他们真的？我打断他。你查查你家婷婷的卡吧，估计也干净了。赵胖子手忙脚乱掏手机，手指头戳了半天，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灰败下去。没了，真的没了，信用卡都刷爆了，他哪来这么大本事？他喃喃着，腿一软，差点坐我家门口。我没扶他。果然没过半小时，李萌萌那个看着挺斯文的老公也来了，问题一模一样。我直接复制粘贴了我的回答。他听完没像前面几个那样崩溃，只是眼神阴沉的可怕，说了句打扰了就走了。
最后是赵丽丽的老公，一个搞建材的老板，膀大腰圆，脾气也冲，差点把我家门给拍碎了。林小小，我老婆呢？别跟我耍花样！我照样把那套说辞甩他脸上，外加一句：你要是不信，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查，看看我昨晚到底在哪儿。他瞪着我，像要吃人，但最后也只是狠狠踹了一脚楼道墙壁，骂骂咧咧的走了。一下午，我家门口跟流水席似的，接待了5个丢了老婆又丢了钱的男人。我成了他们眼里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是唯一的嫌疑犯。我感觉自己像个复读机，还是个不插电就快没电的那种。天快黑的时候，真正的警察来了，2个穿着制服，表情严肃。林小小女士吗？我们接到多起报警，涉及人口失联和巨额资金异常转移，需要向你失联和巨额资金异常转移，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我看着他们，心里那点荒诞感达到了顶峰。我把他们请进屋，第3次，也可能是第4次，点开那个仙女驻凡大使馆的群聊，把聊天记录完完整整展示了一遍。警察同志，事情就是这样，他们聚会，我嫌贵没去。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有外卖记录，有小区监控，我可以配合你们查。他们在哪儿？为什么骗老公？为什么转钱？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警察问得很细，问我和他们的关系，问最近有没有矛盾，问知不知道他们可能去哪儿。我回答的口干舌燥。最后一个年轻点的警察合上本子，说了句：根据初步调查，张雅手机最后的信号定位在城西郊区的栖霞别墅区附近，那里有不少废弃的老房子，其他几人的信号最后也出现在那一片。我点点头。哦，郊区废弃别墅，听着就像干坏事的好地方。年纪大点的警察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探究。林女士，你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探究。林女士，你是她们闺蜜圈里唯一一个昨晚没有参与，也唯一一个没有被卷走资金的人，这一点希望你能理解，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我迎着他的目光，忽然就笑了，笑得有点控制不住。我靠在沙发背上，抬起手揉了揉笑得发酸的脸颊。警察同志，我算是明白了，我就因为省了那3600块钱，结果呢，闺蜜失踪了，她们老公轮流上门找我，现在连警察都来了。我就想问问，我这到底是省钱呢，还是省出个大型悬疑连续剧啊？主演还他妈是我！警察的效率比我想象中高，也可能是那5个老公急疯了，把所有能提供的线索，包括他们老婆近期的聊天记录、购物记录、行踪轨迹，全都一股脑倒给了警方。才隔了1天，我就被通知去派出所协助理清一些情况，不是审问我，是让我旁听，顺便补充点细节。我走进那间小会议室的时候，里面气氛低得能冻死人。陈强、刘伟、赵的时候，里面气氛低得能冻死人。陈强、刘伟、赵胖子、李萌萌老公、赵丽丽老公，5个男人排排坐，个个脸色铁青，眼睛下面挂着浓重的黑眼圈，像5只被霜打蔫了的茄子。2个警察坐在桌子那头，面前摊着一些打印出来的资料。看到我进来，5个男人的目光齐刷刷射过来，复杂的要命，有怀疑，有期盼，还有那么点说不清的迁怒。我找了个角落的椅子坐下，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人都齐了。年纪大点的警察清了清嗓子，拿起一份文件。根据我们调取的通讯记录、资金流向以及几位当事人近期社交软件的聊天内容，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张雅、王美娜、刘婷婷、李萌萌、赵丽丽5人的行踪和意图。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可以放轻了。他们5人在过去2个月内，通过一个加密聊天软件频繁联系，策划了一次所谓的新生计划。警察的声音没什么起伏，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场每个人的耳膜上。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以一次高规格的闺蜜聚会为幌子，从各自配偶处获取或转移一笔可观的资金，然后共同前往海外，开始新的生活。哇哦！我没忍住，小声感叹了一句。所有目光瞬间又聚焦到我脸上，我立刻捂住嘴，做了个你们继续的手势。警察看了我一眼，继续念。上周6的云顶阁聚会是计划中的一环，但并非真正实施的地点。他们确实预定了位置，也前往了，但根据餐厅监控和消费记录，他们在晚上9点前就结束了用餐，并未发生高额消费。随后5人共同乘车前往城西栖霞别墅区附近，那里有他们提前租赁并布置过的一处临时落脚点。刘伟猛地抬起头，嘴唇哆嗦着。所以他们根本没打算好好聚会，那他们要那些钱？对。警察点点头，翻过一页。聚会只是一个向你们索取经费和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借口。
他们利用这个借口，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数额造不在场证明的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数额不等的玩乐经费，同时在这2天，通过各种方式将你们家庭账户中他们能支配的流动资金集中转移到了几个海外关联账户。这是他们在加密群里的部分聊天记录摘要。警察把几张打印纸推到桌子中间，几个男人像饿狼一样扑过去抢着看。我伸长脖子也瞄到几眼。钱都到位了吗？最后核对一遍。我这边搞定了。老公的副卡额度全用光了，买了好多东西掩人耳目，实际现金都赚出来了。放心，我老公那张死工资卡我早就摸透密码了，机票和那边接应的人都联系好了，没问题。终于要离开这潭死水了，姐妹们，新生活就在眼前。记录里还有对我的一笔带过。林小小那个穷酸货就算了，叫他肯定坏事也没钱，带他干嘛？拖后腿吗？就是，跟他说还得编理由，麻烦。反正他也不合群。我们不告诉他。看到这里，我差点扑哧一声笑出来。我赶紧用力掐自己大腿，疼得我龇牙咧嘴，才把那股爆笑的冲动压下去。穷酸货，拖后腿，不合群，谢谢啊，谢谢你们的不带之恩，省了我3600，还让我完美避开了这摊子烂事。这时候会议室里炸开了锅。他们居然联手骗我们！陈强一拳砸在桌子上，眼睛红得吓人。张雅，我他妈哪点对不起他？我的钱，我的房子贷款还没还清。赵胖子抱着头，声音带着哭腔。贱人，都是贱人！赵丽丽老公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像要杀人。刘伟和李萌萌老公没说话，但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拳头攥得死死的。整个会议室充满了被背叛的愤怒、破产的绝望，还有一种男人尊严被踩在地上的耻辱。我缩在角落，看着这出由5个精致闺蜜自导自演坑惨了5个老公的荒诞大戏，看着他们崩溃、愤怒、失态，我紧紧咬着口腔内侧的软肉，拼命忍着，不能笑，忍着，不能笑。林小小，千万不能笑出声，笑了就太不厚道了。可是，妈的，真的好难忍啊！他们觉得我没钱、没胆子、会坏事，结果呢？现在是谁在警察局里哭爹喊娘？是谁的老婆卷款跑了？而我这个被他们和他们老公嫌弃的穷酸货、拖后腿、不合群的人，好端端的坐在这里，1毛钱没损失，还看了一出免费大戏。这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躲开了天上掉下来的一坨鸟屎，然后看着旁边那群昂着头走路的人被淋了个劈头盖脸，爽，从脚底板一直爽到天灵盖。我用力掐着自己，低下头，肩膀控制不住的微微抖动。我不是哭，我是在用尽全身力气，把那股快要冲破喉咙的惊天动地的大笑给憋回去，憋得我肚子都疼了。警察那边的调查还在继续，但显然已经不是我需要操心的事了。那5个老公倒是没再来烦我，估计正焦头烂额的跟银行律师打交道，想着怎么追回损失，或者怎么离婚能多分点剩下的渣渣。我乐得清静，该上班上班，该抠门抠门。偶尔想起那天的闹剧，还能偷着乐半天。直到又过了2天，那个负责案件的年轻警察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有点古怪。林女士，有些新的情况，想跟你同步一下。您说。我靠在工位上，压低了声音。我们找到了他们最后落脚的那处郊区别墅，也找到了他们开去的车，就停在院子里。我应了一声，这不意外，计划里的中转站嘛。但是警察顿了顿。车里是空的，别墅里也只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痕迹和丢弃的包装袋，人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附近一个老旧交通监控里发现了新的线索。我来了点精神。什么线索？监控显示，上周6晚上大概11点左右，有5辆不同的高档轿车先后驶入了那片区域，又分别在半个小时内陆续离开，车型车牌都不一样，但都价值不菲。我眨了眨眼，没太明白什么意思。他们叫了5辆专车跑路，这么奢侈？不是。警察的声音更专车跑路这么奢侈？不是。警察的声音更古怪了。监控拍得不太清楚，但我们技术处理了一下，勉强能看到每辆车离开时，副驾驶或者后座都多了一个人，而且根据体型和衣着碎片比对，很可能就是张雅他们5个。我愣住了，5辆不同的豪车分别接走，不是应该5个人一起上一辆车，或者提前租好一辆车跑路吗？这分头行动是什么意思？他们内讧了，分赃不均，各跑各的。我猜测不像。警察否定了。监控里，在车辆到来之前，别墅门口似乎有过短暂的争执，但很快平息，更像是提前约好了不同的接应者。我脑子里那点迷糊瞬间被这句话给劈开了。
不同的接应者，一个可怕的又莫名合理的猜想慢慢浮了上来。这时，电话那头传来隐约的嘈杂声，好像有人在激动地说话。警察对我说了句稍等，然后我听到他似乎在跟别人解释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回到线上，语气带着点无奈。李女士，刚才陈强先生他们就在旁边，也听到了。无奈。李女士，刚才陈强先生他们就在旁边，也听到了，他们要求跟你通话。我还没答应，电话那头就换成了陈强嘶哑又急切的声音。林小小，警察说的是什么意思？5辆车接走，他们不是一起私奔去国外吗？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伟的声音也挤了进来，充满了难以置信。他们难道不是一起的？是跟别人跑了？赵胖子的哭腔又来了。跟谁呀？他们还能跟谁呀？电话那头乱成一团，质问声、崩溃声、骂娘声混在一起。我拿着手机走到办公室没人的楼梯间，听着那边5个男人的混乱和崩溃，我心里那点原本只是猜测的东西越来越清晰。等他们稍微安静了一点，我才慢悠悠地对着话筒开口，声音不高，但在他们嘈杂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清晰。我说，几位大哥，你们还没反应过来吗？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没打算一起私奔。那5辆不同的豪车，5个不同的接应人。我顿了顿，听着电话那头骤然加重的呼吸声，然后我用一种近乎愉悦的事不关己的语气补上了最后一句：这架势看起来不像是组团开启新生活，倒像是觉得你们不够好，提前找好了下家，直接换人了。我那句换人了像颗炸弹，把电话那头炸得一片死寂，紧接着就是更加狂暴的混乱和质问。我直接挂了电话，清静。但事情显然没完，警察的调查方向彻底变了，之前是集体私奔，现在是疑似分别跟人跑了，这区别可大了去了。又过了几天，消息像长了腿一样，通过各种渠道一点点拼凑起来，最后完整的摊在了所有人面前。根本不是什么姐妹同心其利断金，是5场精心策划的，互不知情的，瞒着老公也瞒着姐妹的集体出轨私奔。张雅搭上了一个外地来的富豪，据说是在某次高端酒会上认识的，许诺给他豪买游艇，他卷走的钱最多，是给新生活的保证金。我的保证金。王美娜最绝，她早就跟刘伟那个开酒吧的好兄弟勾搭上了，每次刘伟喝醉了，都是这好兄弟送他回家，一来二去送他老婆床上去了。这次跑路用的是好兄弟的路子。刘婷婷腻歪了自家老公的懦弱和抠搜，跟健身房那个一身腱子肉、嘴甜会哄人的年轻教练好了，两人计划去南方开个情侣健身工作室。李萌萌表面上最单纯，背地里是个追星族，砸钱捧了个小网红，一来二去成了男女朋友。那小网红有点门路，答应带他去闯荡直播行业，李萌萌带着钱屁颠就跟去了。赵丽丽最简单粗暴，直接联系了大学时爱得死去活来，后来因为穷被家里拆散的前男友。如今前男友做生意发了点小财，回头找她，旧情复燃，干柴烈火，直接跑路重温旧梦。5个女人，5条心，5个下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瞒着自家老公，也都利用这次姐妹聚会打了个漂亮的掩护。当所有这些信息被警察和几个私家侦探挖出来，摆在那5个老公面前时，那场面我没亲眼见到，但听说陈强当场掀了桌子，刘伟和他那个好兄弟在派出所门口就打起来了，赵胖子哭晕过去，李萌萌老公砸了家里的电视，赵丽丽老公扬言要杀了那对狗男女。总之一片狼藉，绿光冲天。我坐在咖啡厅里，刷着手机里别人给我传来的现场描述和小道消息，笑得肩膀直抖。正好陈强的电话打了过来，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带着浓重的疲惫和无法发泄的怒火。林笑笑，你都知道了？刚看完。我吸了口果汁，挺精彩，年度大戏。陈强在那边沉默了几秒，再开口时语气复杂。我们5个见面了。情敌变战友了？我调侃。算是吧。他叹了口气。都他妈是受害者，钱没了，人跑了，脸丢尽了。我们现在只想找到他们，把钱追回来，该离婚离婚，该算账算账。挺好，祝你们成功。我准备挂电话。祝你们成功。我准备挂电话。等等！陈强急忙喊住我。林小小，你得帮我们。我差点被果汁呛到。我帮你们？陈哥，你没搞错吧？我能帮什么？帮你们骂街还是帮你们哭？陈强语气认真起来。我们几个现在脑子都是乱的，又恨又气，做事没章法。你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清醒的，也是
最恨他们的。我挑了挑眉，我们商量了，不能白让你帮忙，我们按小时付你咨询费。你脑子清楚，帮我们分析分析，出出主意，怎么找到人，怎么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价格你开。我放下杯子，眼睛慢慢亮了起来。早说嘛，扯什么姐妹情，谈什么受害者联盟，直接谈钱，多敞亮。我清了清嗓子，嘴角忍不住往上扬。咨询费啊，行啊，看在你们这么惨的份上，给你个友情价。我的时薪可是很贵的哦。钱一到位，我的职业素养立刻就上来了。我约了那5个头顶绿油油的男人，在附近一家茶馆开了个简短的战略会议。看着他们5个坐在我对面，一个个胡子拉碴，眼袋垂到下巴，但眼睛里都烧着一股狠劲儿，我就知道动力是足够了。各位老板，我敲了敲桌子，打开我的小本本。咱们目标明确：1. 找到人；2. 追回钱；3. 出了这口恶气，顺序不能乱。陈强点头。你说，我们听。第一，查流水。警察那边有调查权限，但细节和后续追踪，你们自己得上心。那些转出去的钱，最终流向了哪个账户？开户人是谁？跟你们老婆或者他们新欢有什么关系？顺着这条线摸，准能摸到人。刘伟，你那个好兄弟的酒吧账户，重点查。刘伟脸色铁青的嗯了一声。第二，定位新欢。张雅的富豪，王美娜的好兄弟，刘婷婷的健身教练，李萌萌的网红，赵丽丽的前男友，这些人都有社会关系，有活动轨迹。朋友圈、社交男友，这些人都有社会关系，有活动轨迹。朋友圈、社交媒体、共同朋友、消费记录，甚至车牌违章信息都是线索。别嫌麻烦，地毯式搜。赵胖子搓着手，教练，健身房肯定有登记信息。第三，法律手段，立刻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还能冻结的账户。咨询律师，婚内转移财产怎么追讨，证据怎么固定？他们这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一告一个准，就算人一时抓不到，钱得先盯死。李萌萌老公推了推眼镜，眼神阴冷。已经在联系律师了。最后我合上本子。最后，信息共享，行动同步。你们5个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别各自为战。有什么发现立刻通气，抓人的时候最好也能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场面也够震撼。几个男人互相看了一眼，虽然脸色依旧难看，但都点了点头。林小小，你这脑子怎么就没用在正道上？陈强忽然说了一句。我笑了。我这不就是用在正道上了吗？帮你们挽回损失，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方案布置下去，我就退居2线了。不得不说，男人被逼到绝境，又被指明了方向，爆发出的执行力是惊人的，尤其还是5个憋着滔天怒火的男人。陈强通过一些老关系，锁定了那个外地富豪在本市的一处隐秘别墅。刘伟直接带人堵了他好兄弟酒吧的仓库，翻出了王美娜藏在那里的部分奢侈品和转账凭证。赵胖子跑去健身房，软磨硬泡加恐吓，拿到了教练老家的地址和新注册的工作室信息。李萌萌老公深谙网络之道，通过那小网红的直播后台和粉丝群，摸到了他们临时租住的公寓。赵丽丽老公最直接，找私家侦探盯死了前男友的公司和住所。3天，仅仅3天，5个女人的藏身之处全部浮出水面。行动定在同一个晚上，我坐在我最喜欢的那家咖啡厅靠窗位置，点了一杯最贵的招牌，配了份小蛋糕。手机放在桌上，静音，但屏幕常亮。晚上8点，第一个消息进来，是陈强发来的一张模糊但能看清人影的照片，背景是别墅大门。张雅穿着睡衣，惊慌失措地站在一个秃顶中年男人身后，陈强带着2个人堵在门口。敷衍堵到了，正在谈。我回了个注意文明，记得录像。紧接着刘伟的消息也来了，是一段嘈杂的语音，背景音是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怒骂。酒店1408，带个正着！王美娜你个贱人，还有你，我把你当兄弟！我喝了口咖啡，听起来战况激烈。随后赵胖子、李萌萌老公、赵丽丽老公的信息接连不断。教练老家逮住了，刘婷婷还想跑，公寓门踹开了，直播呢，继续播啊！公司停车场刚上车，焊住了。图片、语音、小视频虽然混乱，但信息量十足。我慢悠悠地吃着蛋糕，刷着手机，看着这吃着蛋糕刷着手机，看着这场由我远程策划5个苦主亲自执行的集体捉奸大戏实况直播，比追剧刺激多了。
咖啡厅里轻柔的音乐和我手机里传来的隐约骂战形成鲜明对比。快10点的时候，我的微信连续响了5声，5个转账提示：陈强、刘伟、赵胖子、李萌萌老公、赵丽丽老公，每人附了一句言简意赅的感谢。谢了，军师。钱追回一部分，你的功劳。心里痛快点了。后续还得麻烦。账清了，情还在。我看着那加起来相当可观的数字，又看了看手机相册里保存的几张精彩截图，放下手机，端起咖啡杯，对着窗外城市的夜景轻轻碰了一下。清醒的头脑和到账的咨询费。人抓到了，戏却没完。真正的混战在律师事务所和法院里才刚开场。5对夫妻，5场离婚官司，打得鸡飞狗跳，花样百5场离婚官司，打得鸡飞狗跳，花样百出。张雅被陈强捉奸在床，证据确凿。富豪那边一看事情闹大，怕惹麻烦，立刻撇清关系，把他扔了出来。陈强铁了心让他净身出户。张雅哭过闹过，最后在律师的建议下签了字，除了几件衣服，啥也没捞着。王美娜最狠，眼看人赃并获，居然反咬一口，报警说刘伟长期家暴，她才被迫寻求兄弟安慰。刘伟气得差点当场脑溢血，好在酒店监控、酒吧员工证词，还有他之前转移财产的记录，把他锤得死死的。家暴不成立，出轨加转移财产，他最后分到的也就几件当初用刘伟钱买的已经过了季的衣裳。刘婷婷被赵胖子从教练老家带回来后就怂了，哭着跪着求原谅，说是一时糊涂被教练骗了。赵胖子心软了那么一瞬，但一想到被刷爆的卡和周围的嘲笑，硬起心肠离了。刘婷婷只分到一点基本生活费。李萌萌操作最骚，被她网红男友甩了之后，居然开直播卖惨，说自己遇人不淑，被老公冷落才误入歧途，眼泪汪汪求网友被老公冷落才误入歧途，眼泪汪汪求网友众筹路费回家，结果被她老公找来的律师一份份消费记录和聊天截图甩脸上，直播成了大型打脸现场，人设彻底崩塌。离婚时毛都没多分到一根。赵丽丽最绝，眼看前男友靠不住，趁她老公忙着打官司，居然把之前藏的一点私房钱卷了，又跑了。这次是真没影了，气得她老公当场进了医院。这期间，我的电话差点被打爆，张雅找我哭诉：潇潇，你看陈强那个没良心的，你帮我跟他说说，我好歹跟了他这么多年。关我屁事，我只是个没去聚餐的。王美娜威胁我：林潇潇，是不是你给刘伟出的主意？你给我等着！关我屁事，我只是个没去聚餐的。刘婷婷哀求：潇潇，我知道错了，你劝劝胖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关我屁事，我只是个没去聚餐的。李萌萌在直播里含沙射影：有些所谓姐妹背后捅刀。李萌萌在直播里含沙射影：有些所谓姐妹背后捅刀子最厉害。我刷到后一笑而过。赵丽丽老公躺在病床上，还不忘打电话骂我：都怪你，要不是你。我直接挂了。这场闹剧前后拉扯了快3个月，终于尘埃落定。5个老公都成功离了婚，虽然钱没全追回来，人也搞得筋疲力尽，但好歹甩掉了包袱，开始了各自不算顺利但总算清静的新生活。那5个曾经的闺蜜人财两空，名声扫地。听说后来她们互相指责撕扯，都说是对方带坏了自己。仙女驻凡大使馆彻底解散，成了彼此通讯录里最恨的人。我呢，我拿着那笔丰厚的咨询费，给自己换了台新笔记本，报了早就想上的职业培训班。公司里因为张雅这个处处给我使绊子的组长滚蛋了，新上的领导看我顺眼，居然给我升了1级，加了薪，生活简直不能更美好。这天下午，我正在整理新项目资料，手机又叮咚响了一声，是个新建的微信群聊邀请，名字叫都市丽人养生局。发起人是公司另一个部门的妹子，群里还有几个平时有点面熟的女同事。小小姐，晚上有空吗？一起聚餐呀！新开的融合菜馆，听说不错 ，AA 大概人均500左右。我看着那条消息笑了笑，手指在屏幕上敲了几下。不好意思啊，今晚我老公做饭，我得回家吃。消息发出去，群里安静了好几秒，然后瞬间炸出一堆问号。小小姐，你什么时候结婚了？都没听说啊，隐藏得太深了吧？老公还会做饭，羡慕死了。不行不行，必须带来给我们看看。我放下手机，没再回复，抬起头，看到办公桌上新换的相框，里面不是照片，是我用之前那笔咨询费的一部分请人画的一幅卡通画。画上我本人穿着财神爷的衣服，抱着一个大元宝，笑得见牙不见眼。
我看着那幅画也笑了。单身，但我的钱只会花给我自己。至于老公，等我的钱多到能雇个5星级大厨天天给我做饭的时候再说吧。